亚洲父母可能会跟小孩说不要搞艺术或是搞创作，因为很有可能会饿死。但有一个人靠着画漫画1年就赚进好几十亿日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漫画界的传奇人物尾田荣一郎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前阵子 Netflix 上架了《航海王》真人版影集，被许多的动漫迷认为这是目前为止最成功的真人化改编作品。上线短短4天内就累积了 1.4 亿的观看时数。这部剧会这么的受欢迎其实也归功于《航海王》在全球累积的庞大粉丝。而这一切的幕后推手，作者尾田荣一郎其实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尾田荣一郎常年都是日本漫画界人气排名第1名的漫画家，同时他也是收入最高的漫画家，年收入曾经破30亿日币。而在这些惊人成就的背后，尾田其实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用超乎常人的意志力在画漫画。今天我们会来看看尾田荣一郎是怎么样崭露头角的，创作《航海王》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小小的题外话，如果是早期的粉丝，应该比较熟悉《海贼王》这个名称，但因为台湾的代理出版社有更换过，目前都已经统一为《航海王》，所以在这支影片里面，我们也会用《航海王》来称呼哦。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品牌端的行销伙伴，正在为年提烦恼吗？欢迎找简讯设计做社群经营提案。很多人不知道，简讯设计是个集团，除了经营自己器械的公司，也有社群行销公司。我们擅长掌握不同的平台与受众洞察，曾经创造 FB 的懒人包热潮，也培养出100万 YouTube 频道，可以为品牌量身定做社群策略，打造有专属风格的社群内容。不管你是想经营品牌形象，增加好感度，创造破圈内容，提高互动率，还是想要吸引含金量高的粉丝，累积潜在客户，我们都会根据数据成效持续的优化内容，稳定的达到社群经营的目标。那欢迎有社群经营需求的品牌或是单位，透过资讯栏的连结联系简讯设计去提案哦。1975年1月1日，尾田荣一郎出生在日本熊本市。童年时期的尾田受到了哆啦 A 梦的作者藤子 F 不二雄，还有七龙珠作者鸟山明的影响，深深喜欢上漫画的世界。在很小的时候，他的心中就种下了成为漫画家的种子。不过，在30-40年前的日本，漫画家的身份并没有像现在如此受到欢迎。因此，怕被人嘲笑的尾田并没有跑去接受正规的训练，而是在课余的时间自学漫画技巧。1990年，在尾田15岁的时候，他将作品《Fly a Boy》投稿到了日本集英社所举办的 Hop Step 漫画奖。这个奖项每个月都会募集新人漫画家的作品。尾田虽然没有得奖，但他的作品获得了杂志社的肯定，进入了候补名单，也让尾田增添了不少信心。2年后，尾田又以笔名月火水木金土参加了集英社所举办的手冢赏，获得了准入选的奖项。因为手冢赏评审呢都是当下最有地位的漫画家，评选机制非常的严格，而且得奖者呢还会获得丰厚的奖金，可以获得支持继续创作，对新人来说非常的具有意义。连续2次投稿都拿到不错的成果之后，1993年尾田再度挑战了 Hop Step 漫画奖，这一次呢他的作品《一轨夜行》成功入选。信心大增的尾田呢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决定从原先就读的大学退学，专心朝漫画家之路迈进。得奖后的尾田其实已经获得了在月刊连载的机会，但他并没有直接出道，而是去不同的漫画家底下继续的磨练自己的能力，也趁机了解漫画家日常的工作内容。尾田的第一位老师是后来创作《诈欺游戏》的作者甲斐古忍，在甲斐老师的工作室里面，尾田才第一次知道制作连载漫画的完整流程。而且当时甲斐老师才刚开始第一部作品的连载，工作的环境并不好，尾田每天都跟着老师还有3-4位助手挤在一间小工作室里面画画。这个时候呢，尾田才了解当漫画家并不是一条轻松的路。而在结束甲斐老师这边的工作之后，他又到了漫画家德弘正也的工作室继续学习。德弘正也老师一眼就看出来尾田的基本功不够扎实。像是在绘制《秀斗泰山完结篇》时，尾田画了一幕有很多观众的场景图，结果德弘老师马上就指出，尾田画的人物缺乏细节，每个人都是同一个轮廓。这样子的回馈也点醒了尾田他才发现自己绘制的人物虽然造型都不同，但五官表情几乎都一模一样，非常的呆板。也是因为德弘正也老师的影响，尾田慢慢的学习到细节最感染人这个观念，深深的影响了他日后的画风。那除了德弘正也老师之外，尾田在担任助手的时候，也从很多的知名漫画家身上吸收养分。像是有一段时间，他就待在《神剑闯江湖》的作者和月生红的工作室里面担任助手。这不同工作室磨练的经验呢，让尾田功力大增，而他也在这段时间内持续的筹备属于自己的连载作品。
1996年，尾田在 Jump 上面刊登了一部以海贼为主题的短篇漫画《Romance Down》，而这个作品呢，被认为是航海王的原型。隔一年，航海王 One Piece 正式开始连载，主角鲁夫从小就想要成为海贼，而故事也围绕在鲁夫与伙伴一起寻找宝藏的旅程，有打斗、亲情、友情等等的元素，是一部热血的王道漫画。那关于这部作品其实有很多趣闻可以聊，比如说航海王 One Piece 的这个名字由来呢有点荒谬。尾田和创作《通灵王》的作者武井弘之是很要好的朋友，听说两个人呢都非常喜欢穿连身洋装的女性，而因为连身洋装的英文呢就叫做 One Piece， 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尾田呢就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连载漫画取名为 One Piece。而另外呢，有人曾经好奇问尾田为什么会选择以海贼作为故事的主轴，尾田说，其实他小时候很喜欢《北海小英雄》这部动画，但他长大之后才发现，除了《北海小英雄》之外呢，竟然没有其他漫画以海贼为主题。所以在中学的时候，尾田就开始思考以海贼为核心人物的故事，也才有了日后航海王的诞生。航海王开始连载之后，人气就稳定的上升，很多读者被航海王庞大的世界观吸引，也很喜欢尾田笔下鲜明的角色设定。而在讨论航海王的成功时，很多人会提到航海王抓到了很好的登场时机。航海王开始连载的时间刚好是日本集英社 Jump 的黑暗期，当时热门作品《幽游白书》和《灌篮高手》都陆续的结束连载，周刊的销售量面临下滑危机。航海王的出现让集英社的编辑们看到了希望，因为航海王结合了王道漫画里面的3个重要元素：友情、努力跟胜利，很有机会成为热门作品。而航海王也没有辜负编辑们的期待，成为了下一个世代的主流漫画。1999年，航海王制作成动画大受欢迎，更是把漫画推向新的高度。单行本的销售量基本上都有200万本以上是傲视群雄。2005年，航海王的单行本总发行量突破了1亿本的大关。2015年，尾田荣一郎打破了世界纪录，获得单一作者创作发行量最多的漫画的殊荣。截至到目前为止，航海王的销售量也突破了5亿册，并且在35个国家发行单行本，在40个国家播放动画，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动漫作品。航海王庞大的经济效应为尾田荣一郎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收入。根据2022年公布的数据，尾田的年收入超过31亿日币。曾经有电视台访问过尾田的工作室，里面不但有可以互动的投影游戏装置、巨型夹娃娃机，甚至在房间里面还有一列能够载人的小火车。尾田的财力可见一斑。那虽然说尾田的收入达到了普通漫画家可能一辈子都达不到的境界，但尾田对于画漫画的坚持并没有打折。作为一名漫画家，尾田很有原则，他认为自己要为作品负所有的责任，不希望别人介入他的创作。很多合作过的编辑也说，尾田对于作品的要求非常的高，绝对不会让编辑干扰内容。另外，他曾经说过，只要连续2周没有创作，自己的绘画能力就会退步。因此，在连载的近26年期间，除了短暂的请病假之外，几乎没有休刊。甚至为了按时交稿，早期的尾田呢，每天都只睡大约3个多小时而已，几乎是用命在画漫画，这让步入中年后的尾田身体健康常常亮红灯。不过尽管如此，尾田也没有失去热情。他曾经说过，虽然会因为赶稿而有压力但是在创作路上，他一直都是很享受的，也很珍惜这个机会。那么尾田老师跟航海王的未来会变得怎么样呢？其实2019年尾田老师就已经宣布5年之内航海王会迎来完结篇，去年的6月初也传出已经进入最终章的消息。而尾田也曾经在综艺节目上面透露，结局他早在大学时期就已经想好了，而且只要在这段期间内有人猜到结局，他就会微调剧情，确保没有人猜得到。航海王的编辑也证实老师从一开始就已经想好结局了，只剩结局之前剧情还是未知数，连老师都没有确定。那么在航海王完结之后，尾田还会有新的作品吗？尾田曾经说过，画完这部作品之后就不再当漫画家，航海王将会是他最后的作品。而他也说过，因为主角鲁夫到了世界各地旅行，而我只能够待在工作室里面画画，所以当完成最后一画时，我想要出门旅行。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尾田老师就会收拾行囊，航下属于他自己的伟大航道吧。虽然说这集的主轴围绕在尾田荣一郎身上，但我们从尾田老师崛起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看到日本漫画产业的成熟。在尾田还在犹豫不知道要不要当漫画家的时候，因为有鼓励新人的奖项跟环境，才让尾田愿意孤注一掷，一头跳入创作的世界。在刚踏入圈子的时候，尾田遇到了优秀的前辈，同事得到了指导跟帮助，也让尾田发现自己的不足，继续成为更好的漫画家。而在开启连载之后呢，又搭配优秀的编辑以及行销动画团队等等，帮助作品推到更高的高度。可以说，日本漫画产业厚实的实力，再加上尾田老师个人超乎常人努力，才造就了《航海王》这部闻名全球的经典作品。
那话又说回来哦，我们之所以会写这集呢，也是因为看到《航海王》真人版之后，觉得很有感触。《航海王》连载到现在已经超过26年了，相信很多人都是跟这部漫画一起长大的。一些经典画面，像是告别美丽号啊、艾斯之死等等呢，应该也是大家难忘的催泪片段。那虽然到了后来呢，有越来越多人觉得《航海王》的这个套路太固定，主角光环太多，剧情太多等等，慢慢弃追了。但不得不说，《航海王》的影响力已经毋庸置疑，成为了我们这个世代的共同回忆。那么最后，我们也希望尾田老师能够保持身体健康，顺利的完成《航海王》的结局，为这个将近30年的冒险故事画上一个精彩的句点。好的，那今天就到这边。最后，我们想问大家，除了尾田荣一郎，大家还想要听哪一位漫画家的故事呢？万年收刊王猎人作者富坚义博，比永远的小学生名侦探柯南作者青山刚昌，所以满满的青春回忆灌篮高手作者井上雄彦。还有太多了，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尾田荣一郎的故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的漫画产业以及自己最推的10本漫画。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